之前和各位提到过，法国上班族或学生们如何解决他们的三餐后，这集就要来说说法国上班族或学生们有哪些代步工具可以选择。先声明，因为刚好身处在法国巴黎地区，所以接下来所分享的内容将会将范围限缩在法国大巴黎地区。至于为何法国大巴黎地区的通车时间平均1小时，推测有3大主因：第一，因为法国大巴黎地区的范围很广；第二，因为通常大环区的小巴黎房价居高不下，大家都会偏向居住在大白区的大巴黎，然后再通勤上下班或上下学。第三，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常常出状况的法国大巴黎老旧大众运输系统。接下来的影片主要会分为2部分，第一会先和各位介绍大众运输系统，第二则会介绍其他交通工具。Salut， c'est Cynthia大苗。若您第一次点进来，这个频道主要是由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和法国的2、3世。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让我们开始吧。先来介绍在法国大巴黎的交通运输工具共有6种，由2家公司负责，分别为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全名为 Régie Autonome des Transports Parisiens， 简称 RATP， 及法国国家铁路系统，全名为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 简称 SNCF。 第一，巴士 Bus， 主要为真人驾驶，机动性最高，也遍布最广，只是平均等车时间较长，行进速度也会被路况所影响。目前共有64线。第二，地铁 Métro， 分为真人驾驶和自动驾驶，目前真人驾驶只有1号和14号线，等候时间不算长，平均12分钟即有一班，行进速度也较快。因为距离不长，各站点基本上都仅在小巴黎地区。目前有1号到14号，以及加3 bis 跟7 bis， 也就是3号和7号的第2条线，共有16条线。第三，快铁 LR， 主要为真人驾驶，因为何况小巴黎及大巴黎地区距离长又有多支线，等候时间普遍较长。目前有 R 到 E 共5条线。第四，列车 Transilien， 主要为真人驾驶，虽然起终点在小巴黎地区，但行驶路线仅限大巴黎地区。其他特点和前下介绍过的快铁 LR 类似。目前有 H、G、K、L、N、P、R、U 共8条线。第五，轻轨 Tramway， 简称 Tram， 主要为真人驾驶，行进速度较慢，会被路况稍微影响。目前有 T1 到 T11， 其中 T3 分为 T3A 和 T3B， 而没有 T10， 共11条线，平均候车时间为22分钟。第六，夜间巴士 Transilien， 主要为真人驾驶，基本上和前面所述的巴士 Bus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夜间巴士 Transilien行驶时间为半夜12点半到清晨5点半，也是唯一的一项凌晨还有在行驶的大众运输工具。目前共有47线。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所有大巴黎地区的大众运输工具班次时间会因交通尖峰时段与否而调整，也就是说尖峰时段的班次会比较多。一般来说，以上所提及的大众运输工具班次时间表，法国人习惯在简称为 RATP 的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网页或 App 上查询。再来说明其他我曾经在路上亲眼看过的交通工具共有7种。第一，滑板 skateboard， 分为电动和脚动，不过就比例来说，脚动的滑板 skateboard 比较常见。第二，滑板车 trottinette， 也是分为电动和脚动。电动滑板车 trottinette électronique 这几年在巴黎街头有增加不少的趋势，还有不同公司同时竞争呢。第三，脚踏车 vélo， 也是分为电动和脚动，其中电动的 vélo 又被称作为 pedelec，不过最近电动脚踏车 pedelec 还是比较少见一点。第四，摩托车 moto， 分为电动和燃料，基本上欧洲比较少见摩托车 moto， 更别说台湾常见的轻型机车 scooter 了。第五，汽车 voiture， 也是分为电动和燃料。虽然法国首都巴黎的交通已经很便利了，但是汽车 voiture 的数量还是很可观，这让巴黎市政府响应9月的世界无车日，而在同月订定巴黎无车日 Journée sans voiture， 希望能达到节能减碳的概念宣传。第六，电动独轮车 Gyrohoop， 我第一次看到电动独轮车 Gyrohoop 是特别震惊，想说只有一个轮子要怎么在上面平衡，感觉需要心脏特别大颗才能做到。第七，电动平衡车 Hoverboard， 感觉就像滑板车 Trottinette 的简略版，把上面握把扶手的地方拆掉，就是电动平衡车 Hoverboard 了。说到这里，您是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了呢？我再重述一次，本集重点有13。第一，机动性较高，但需等待较长时间，并会受到路况影响的巴士 Bus。第二，行进速度较快，也不需较长等候时间，但局限在小巴黎地区的地铁 Métro。第三，范围横跨小巴黎和大巴黎地区，支线较多，等候时间较长，且2站距离较远的快铁 LR。第四，仅在大巴黎地区行驶的列车 Transilien。
和快点 L/F 相似。第5，有和汽车Voiture并行的情况，稍微受路况影响，行进速度不快的轻轨空位。第6，半夜到凌晨不用担心没有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搭的夜间巴士通体量。第7，不只是运动，同时也是通行工具的滑板 skateboard。第8，尽情竞争较激烈，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的滑板车 Trottinette。第9，邮差先生小姐们送件的好伙伴脚踏车 Velo。第10，在车流中算明星少数的摩托车 Moto。第11，人均游泳数量在法国比台湾高的汽车 Voiture。12，心脏需要大颗才能使用的电动独轮车 Kihuhu。13，像是滑板车 Trottinette 减配版的电动平衡车 Hoverboard。最后偷偷告诉你，若你好奇在法国巴黎大众运输交通上会有什么难以想象的事件发生，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以上所提到的相关网站资料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供各位参考。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按赞分享。若您有任何疑问、心得或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Salut。